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一、韩国称俄罗斯帮助朝鲜建造潜艇。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防部9月17日透露，俄罗斯正向朝鲜提供核潜艇反应堆及涡轮机等关键技术，作为朝鲜派兵参加乌克兰战争的回报。韩方称，朝鲜目前正在咸镜南道新浦一带建造7000吨级潜艇，规模远超现役3000吨级英雄金建玉号。这标志着朝俄军事同盟从表面合作升级为核心技术转让，打破了朝鲜长期以来在核潜艇领域的技术瓶颈。对比冷战时期苏联仅提供常规潜艇，如今俄罗斯的慷慨支持让平壤的核打击能力实现质的飞跃，这将对朝鲜半岛的军事平衡产生什么根本性改变？军事专家分析认为，一旦朝鲜掌握核潜艇技术，其水下核威慑能力将突破美韩反导系统的封锁，使东北亚安全格局进入更加不可预测的危险阶段。二、人工智能播客颠覆音频行业。据印度教徒报报道，谷歌推出 Audio Overview 功能后， AI 生成的播客正以大规模生产方式冲击传统音频行业。前 Wondery 高管 Janine Wright 创办的 Inception Point AI 公司计划每周制作3000集，共5000档 AI 播客节目。AI 技术将播客制作成本降至接近零，任何人都能用虚拟主持人批量生产内容，这让仍在摸索商业模式的传统播客人陷入生存危机。对比过去需要专业团队、录音棚和大量时间，如今 AI 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期节目，人工创作者面临被替代的现实威胁。AI 播客的泛滥会导致内容质量整体下降吗？行业分析师指出，虽然 AI 降低了制作门槛，但缺乏人类情感和深度思考的 AI slop 内容可能让听众产生审美疲劳，最终真正有价值的人工原创内容会更加稀缺珍贵。三、谷歌称澳大利亚针对年轻人的社交媒体禁令难以执行。据比利时新闻报报道，谷歌10月13日警告称，澳大利亚即将于12月10日生效的16岁以下社交媒体禁令极难执行且无法保护儿童安全。这项2024年11月通过的全球首例法案要求 Facebook、Instagram、TikTok 等平台强制关闭未成年账户，违者面临最高5000万澳元罚款。谷歌批评政府仅给1年准备期，却未明确年龄验证机制，平台无法在不侵犯隐私的前提下准确识别用户年龄。对比欧盟采用家长同意制，澳大利亚的一刀切做法显得格外孤立和仓促。这种强硬禁令真能阻止青少年接触社交媒体吗？数字安全专家认为，技术手段难以完全阻止未成年人使用 VPN 或假身份绕过限制，禁令可能只会把他们推向监管更少的地下平台，反而增加风险。四、马萨诸塞大学阿莫斯特分校的研究人员开发出纳米颗粒疫苗，可预防小鼠多种癌症。据科学日报报道，马萨诸塞大学阿莫斯特分校团队10月13日发布研究成果，一种超级左基纳米颗粒疫苗在动物实验中成功预防了黑色素瘤、胰腺癌和3阴性乳腺癌3种致命癌症。实验数据显示，88%的胰腺癌小鼠、75%的乳腺癌小鼠和69%的黑色素瘤小鼠成功排斥肿瘤，存活期达250天，而未接种疫苗的对照组几周内全部死亡。更关键的是，这些无瘤小鼠在2次注射转移性癌细胞后仍保持免疫记忆，彻底阻断了癌症扩散。对比传统癌症疫苗只能治疗单一癌种，这一突破让一针防多癌从科幻变为可能。这项技术离人体临床应用还有多远？肿瘤免疫学专家表示，虽然小鼠实验效果惊人，但从动物到人体通常需要5到10年临床试验验证安全性和有效性，且人类免疫系统复杂性远超小鼠，真正应用仍需谨慎乐观。五、尽管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了27%，但受与东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贸易的推动，中国9月份出口增长了8.3%。据商业日报报道，中国海关总署10月13日公布数据显示，9月出口同比增长8.3%，超出市场预期的6%，但对美出口却暴跌27%，
前9个月累计下降16.9%。这一冰火两重天的数据揭示了中国贸易战略的重大转向东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市场强劲增长，填补了美国市场的巨大缺口。贸易顺差904.5亿美元，较前值1023.3亿美元有所收窄。对比2018年，美国占中国出口近20%的份额。如今，中国正加速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将贸易版图重心转向全球南方国家。中国能否完全替代失去的美国市场？国际贸易分析师认为，虽然新兴市场增长迅速，但美国市场的高附加值和消费能力短期内难以完全替代。中国制造业正面临从量到质的艰难转型考验。6. 尽管存在隐私和安全风险，瑞典政界人士仍支持监控法。据每日新闻报报道，瑞典国会正推进一项备受争议的数据监控法案。尽管网络安全专家和人权组织警告该法将严重破坏安全和隐私，但政界仍执意推动立法。该法案要求电信运营商强制保留用户通信数据供执法部门访问。此前，瑞典的数据保留法已被欧洲法院裁定违法，但新法案依然未解决根本问题。专家指出，强制后门将削弱瑞典的网络安全防御，损害其数字经济竞争力。对比北欧其他国家谨慎平衡安全与隐私的做法，瑞典政府的一意孤行显得格外激进，将个人自由置于国家安全名义之下。这种监控法真能提升公共安全吗？数字权利倡导者警告称，后门监控不仅会被政府滥用，还可能被黑客利用，成为系统性风险。历史证明，大规模监控往往无法有效预防犯罪，反而侵蚀民主社会的信任基础。7. 印度初创公司 Galaxy I 将于2026年发射全球首颗多传感器地球观测卫星。据马特鲁布米报报道，印度班加罗尔太空科技初创公司 Galaxy I 宣布将于2026年第1季度发射德里实体任务卫星，这将是全球首颗融合合成孔径雷达和多光谱成像技术的地球观测卫星。这颗重达160公斤的卫星是印度最大的私人建造航天器。其革命性在于能够在任何天气条件下全天候捕捉地球影像，无论是浓雾、暴雨还是黑夜。传统卫星只能依赖单一传感器，遇到云层遮挡就失明，而德里实体的同步融合技术彻底打破这一局限。这标志着印度商业航天从追赶者转向技术领跑者。对比 SpaceX 专注火箭回收，印度初创企业正在卫星成像领域开辟全新赛道。这项技术突破将为哪些行业带来颠覆性变革？航天产业分析师指出，全天候高精度成像将彻底改变灾害预警、农业监测、国防侦察和气候研究，特别是在亚洲季风区，能够穿透云层的卫星将成为战略级资产。8. Sora 2 Android 的应用现身 Google Play 商店。据科技雷达报道，OpenAI 的文声视频应用 Sora 2于10月11日突然现身 Google Play 商店。目前仅开放美国和加拿大用户预注册，尚未正式上线下载。这款能生成带同步对白和音效的 AI 视频应用在 iOS 平台仍处于邀请制阶段。Android 版的突然曝光让外界猜测 OpenAI 可能打算同步开放2大平台。更关键的是，商店里已出现大量名为 Sora 2秒的克隆应用，企图误导用户付费下载。苹果和谷歌的审核机制遭遇严峻考验。对比 ChatGPT 花费数月才实现全平台覆盖。Sora 2的激进扩张策略显示 ，OpenAI 在 AI 视频赛道面临来自 Runway、Pika 等竞争对手的巨大压力。Sora 2能否复制 ChatGPT 的全球爆红现象 ？AI 行业观察者认为，视频生成的技术门槛和版权争议远超文本，加上高昂的算力成本可能限制免费额度。Sora 2要实现大规模普及，仍需克服商业模式和法律风险的双重挑战。9. 欧盟重启加沙埃及边境监测任务。据圣保罗周报报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10月13日宣布，将于10月16日重启拉法口岸民用监测任务，以支持美国斡旋的停火协议。这支由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警察组成的中立监测团队，今年1月曾在前一轮停火期间部署，但3月因冲突升级而终止。拉法口岸是加沙地带唯一不受以色列直接控制的出入口，
其开放与否直接关系到200多万加沙居民的医疗撤离和人道物资运输。对比2005年欧盟首次部署该任务时的乐观期待，如今20年过去，加沙危机不仅未解决，反而陷入更深的人道灾难。欧盟的中立调停者角色显得既无力又尴尬。欧盟监测团能否真正确保拉法口岸的长期稳定开放？中东政治专家警告称，没有以色列和埃及的真正合作，欧盟监测任务只是维持表面和平的象征性举措。一旦停火破裂，这支手无寸铁的民用团队将再次被迫撤离。新型光疗法利用西纳米薄片摧毁癌细胞。据印度时报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研究团队在 ACS 纳米期刊发表研究，开发出一种结合 LED 光源和纳米级细薄片的革命性光疗法，能够精准摧毁癌细胞的同时完全保护健康组织。这项技术的突破在于西纳米薄片在蓝光照射下产生活性氧，选择性破坏肿瘤细胞膜，而普通细胞不受影响。更关键的是，所需设备仅为廉价的 LED 灯和水溶性合成的硒颗粒，成本远低于传统放化疗。对比需要大型设备的传统光动力疗法，这种便携式癌症杀手让偏远地区的患者也能获得先进治疗。研究团队称，其目标是不仅有效，而且安全且可及。这种低成本光疗法能否取代传统癌症治疗方式？肿瘤学专家指出，光疗法目前仅适用于近表面肿瘤，对深层肿瘤的光穿透力不足仍是技术瓶颈。短期内更可能作为手术和化疗的辅助手段，而非完全替代方案。世卫组织报告称，1/6的细菌感染对标准药物有抵抗力。据欧洲新闻台报道，世界卫生组织10月13日发布2025年全球抗生素耐药性监测报告震撼数据。2023年全球每6例实验室确诊的细菌感染中就有1例对抗生素治疗无效，且2018至2023年间，超过40%的病原体抗生素组合的耐药性平均每年上升5到15%。报告基于2300万例血流、尿路、肠道和淋病感染病例，揭示了大肠杆菌和肺炎克雷伯菌等革兰氏阴性菌的可怕现实。超过40%的大肠杆菌和55%的肺炎克雷伯菌对第3代头孢菌素耐药，在非洲地区这一比例更飙升至70%。对比20世纪抗生素刚问世时的万能神药地位，如今曾经的救命药正集体失效，人类或将退回到无药可用的黑暗时代。抗生素耐药危机会让现代医学倒退到前抗生素时代吗？传染病专家警告称，如果耐药趋势持续，到2050年，抗生素耐药感染可能导致每年1000万人死亡。超过癌症，常规手术和器官移植也将因感染风险而变得极度危险。世卫组织警告称，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正在上升，影响全球超过40%的药物。据法国 Orange 新闻报道，世卫组织最新报告显示，2018至2023年间，全球超过40%监测的病原体抗生素组合出现耐药性增长，平均每年上升5到15%，其中碳青霉烯类等最后防线抗生素的耐药率从罕见变为常见。南亚和中东地区情况最为严峻，每3例感染就有1例耐药，而非洲地区每5例中有1例。更令人担忧的是，全球仍有48%的国家未向世卫组织报告耐药数据，而报告国家中半数缺乏可靠的监测系统。那些面临最大挑战的国家，恰恰最缺乏评估自身耐药情况的能力。对比发达国家的完善监测网络，发展中国家正在黑暗中战斗。这种数据盲区让全球抗击耐药的努力显得格外无力。为何人类在抗生素发明100年后反而输掉了这场战争？公共卫生专家指出，抗生素滥用、养殖业大量使用、新药研发停滞和监管缺失共同造成了今天的危机。除非全球协调行动，限制抗生素使用并加速新药开发，否则人类将为短视付出惨痛代价。意大利青少年每天上网时间超过3个小时，许多人遭受网络欺凌，并在不了解风险的情况下使用人工智能。据南方报报道，意大利家长运动组织 Moici 与 Pipoli 研究所10月13日发布的调查显示，55%的意大利青少年每天上网超过3小时，
14%更是超过5小时，其中51%使用 AI，29%用 AI 做作业，但仅21%接受过相关风险教育。更令人担忧的是，23%青少年曾亲身经历或目睹网络欺凌，30%接受陌生人好友请求，23%线下见过网友。这项针对1546名11到18岁学生的调查，揭示了数字原住民正在没有指南针和救生衣的深海中航行。对比上一代在真实世界建立人际关系，如今的青少年将社交媒体当作价值判断标准，点赞数、粉丝量成为自我认同的来源。为了网红梦，不惜放下防备，将隐私和安全置于危险之中。为何家长和学校的监管如此无力？青少年教育专家指出，45%家长虽设限，但随孩子年龄增长而松懈。学校仅21%提供深入 AI 教育，这种教育真空让青少年在算法操控和网络暴力面前毫无抵抗力，急需家庭、学校、平台三方建立联合防护机制。14. 德国情报局长称，俄罗斯已准备好与北约发生直接冲突。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德国联邦情报局新任局长马丁·耶格尔10月13日发出严厉警告，俄罗斯随时可能与北约爆发热战。莫斯科正通过混合战争手段削弱北约，破坏欧洲民主稳定，并恐吓民众。这一表态比前任局长布鲁诺·卡尔去年2030年前可能攻击北约的预警更加紧迫，显示德国情报机构对俄罗斯威胁的评估急剧升级。耶格尔指出，俄罗斯军队自2022年以来扩张了30%到50%，军费到2025年将达1200亿欧元，并计划招募150万新兵。对比冷战结束后北约与俄罗斯的蜜月期，如今双方已从战略对话倒退至公开备战，欧洲再次笼罩在军事冲突的阴影下。德国情报部门为何突然加大对俄威胁的警示力度？地缘政治专家分析认为，乌克兰战争的僵持让俄罗斯可能寻求在波罗的海国家等薄弱环节试探北约第5条款，而德国作为欧洲经济引擎，正试图唤醒盟国对和平幻觉的警惕。15. 德国政府同意通过抽签征兵来增加军队人数。据新苏黎世报报道，德国联邦政府正推进一项争议性征兵改革方案，计划通过抽签方式随机选拔公民，进行兵役适合性评估，以扩充长期人手不足的联邦国防军。这标志着德国可能部分恢复2011年废除的义务兵役制。当年德国在和平红利幻想下将军队规模从50万削减至18万。如今俄乌战争打破欧洲安全神话，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留斯承认现有军力完全不足以应对潜在冲突。对比邻国波兰、瑞典重启征兵制，德国的抽签方案显得犹豫不决，既想扩军又怕引发民众反弹，这种半推半就折射出德国社会对军事化的深层抵触。抽签征兵制能否真正解决德国军力困境？军事分析师指出，德国军队面临的不仅是人数问题，更是装备老化、训练设施不足和军事文化缺失的系统性危机。单靠抽签征兵无法在短期内打造一支有战斗力的现代军队。16. 中国商务部以国内格式发布政策文件，选择国产 WPS Office 而非 Microsoft Word 来处理官方文件。据南华早报报道，中国商务部10月9日发布的第61号和第62号公告首次采用国产 WPS 格式附件，而非此前惯用的微软 Word 或 PDF 格式，引发商务部公告附件首次采用 WPS 格式登上微博热搜。这两份涉及稀土出口管制的重磅文件还要求申请文件必须以中文提交，双重举措彰显中国科技自主的决心。WPS Office 是北京金山办公自主研发的办公软件，目前全球月活设备超 6.5 亿。对比过去30年中国政府机构对微软 Office 的深度依赖，此次格式转换不仅是技术选择，更是地缘政治博弈在办公软件领域的延伸。在中美科技脱钩背景下，中国正系统性切断对美国软件基础设施的依赖。政府带头推广，能否让 WPS 真正替代微软 Office？ 软件行业分析师指出，政府采购具有强大示范效应，但 WPS 要在企业和国际市场站稳脚跟，
仍需解决文件兼容性、高级功能和生态系统的短板，单靠行政命令难以改变用户习惯。17 OpenAI 与博通合作开发定制 AI 芯片。据金融时报报道，OpenAI 于10月13日宣布与美国芯片巨头博通达成数十亿美元合作，将从2026年下半年开始部署10千兆瓦规模的 OpenAI 自主设计 AI 加速器，整个项目预计2029年完成。这标志着 OpenAI 从英伟达的忠实客户转向自研芯片的战略转折，试图摆脱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并大幅降低算力成本。更关键的是，系统将完全采用博通的以太网和网络设备，直接挑战英伟达在 AI 数据中心的垄断地位。对比谷歌、亚马逊早已布局自研芯片， OpenAI 这一迟来的行动显示出其在算力军备竞赛中的焦虑。训练 GPT-5 和未来模型所需的天量算力，已让外购芯片变得不可持续。自研芯片能否真正打破英伟达的 AI 芯片霸权？半导体专家指出，芯片设计到量产需要数年验证。OpenAI 缺乏硬件基因，即便与博通合作，也难以短期内达到英伟达 H100 的性能水平，更可能是多条腿走路，降低风险，而非完全替代。18摩根大通向美国国家安全公司投资高达100亿美元。据财富杂志报道，摩根大通 CEO 杰米戴蒙10月13日宣布启动安全与韧性倡议，计划10年内投入 1.5万亿美元支持美国关键产业，其中直接股权和风险投资高达100亿美元，聚焦国防航天、AI 量子计算、能源技术和供应链制造4大领域。这是美国金融巨头罕见的将商业决策与国家安全战略深度绑定。戴蒙直言，美国需要更快的速度和投资，也需要清除障碍、过度监管、官僚拖延。对比冷战时期军工复合体主导国防投资，如今华尔街主动承担起经济安全守护者角色，折射出美国在中美竞争中的战略焦虑。从芯片到稀土，从 AI 到电池，关键产业链的脆弱性让金融资本也不得不服务于地缘政治。华尔街的爱国投资能否真正重振美国制造业？经济学家警告称，资本追逐的是回报而非情怀，没有政策配套和监管改革，巨额投资可能沦为圈地运动。真正的产业升级需要技术突破、人才储备和长期耐心，而这些恰恰是华尔街最缺乏的。19爱沙尼亚在发现俄罗斯士兵后关闭了靠近俄罗斯边境的道路。分析人士称，俄罗斯开始与北约进行临阶段战争准备。据 T-Online 报道，爱沙尼亚警察和边防局10月11日紧急关闭了萨特塞支薛道路。此前，边防人员发现一支规模异常庞大的全副武装俄罗斯部队出现在该地区，多数士兵甚至戴着面罩。这段5公里长的道路穿越俄罗斯领土，连接爱沙尼亚东南部2个村庄，是当地居民日常通行必经之路。这已是俄罗斯近期第3次挑衅北约边界。上月3架俄战机未经许可侵入爱沙尼亚领空，长达12分钟。更早前，俄无人机多次违反波兰领空。对比冷战结束后北约东扩时的安全承诺，如今波罗的海3国已从欧洲最安全区域变为最前线。军事分析家警告，俄罗斯正通过边境试探、领空侵犯等临阶段战争手段测试北约反应底线。俄罗斯的边境挑衅会升级为真正的军事冲突吗？安全专家指出，俄罗斯正刻意制造灰色地带事件，不足以触发北约第5条款集体防御，却足以制造恐慌和分裂联盟。这种温水煮青蛙战术比直接开战更危险，因为它侵蚀北约的可信度而无需付出战争代价。20实验室培育的人类胚胎模型可产生血细胞。据剑桥大学官网报道，该校研究团队10月13日在《自然细胞生物学》期刊发表突破性成果，利用人类干细胞培育出3维血液样结构体 hematoid， 可在实验室中模拟人类胚胎早期造血过程，并在2周内生成血细胞。这些类胚胎结构虽无法发育成完整胚胎，但能重现器官和血液系统形成的关键阶段，为研究白血病等血液疾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观察窗口。更关键的是，这项技术有望解决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致命短板。现有移植用干细胞寿命短且供应不足，而实验室培育的长效干细胞可能让数百万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看到希望。
对比传统依赖捐献者的骨髓移植，人工造血将彻底改写再生医学的游戏规则。人造血细胞能否完全替代传统输血和骨髓移植？再生医学专家指出，虽然技术前景光明，但从实验室到临床应用仍需解决大规模生产、长期安全性验证和伦理监管等难题，真正投入使用可能还需10年以上。21，加州州长签署法律保护儿童免受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侵害。据美联社报道，加州州长加文·纽瑟姆10月13日签署全美首部 AI 陪伴聊天机器人监管法案 SB 243，强制要求平台每3小时向未成年用户弹窗提醒你正在与 AI 而非真人交流，并必须建立自杀自残内容过滤机制和危机干预转介协议。此举直接回应了佛罗里达州14岁少年塞维尔今年2月因沉迷 Character AI 聊天机器人而自杀的悲剧，他将 AI 当作真实伴侣倾诉，最终在 AI 鼓励下开枪自杀。加州立法者指出，陪伴聊天机器人被设计成利用儿童心理脆弱性获取情感依附。Meta、OpenAI 等科技巨头却优先追求快速发展而非安全测试。对比社交媒体监管的漫长拉锯， AI 聊天机器人的危害尚未被公众充分认知。加州此举或将引发全美监管浪潮。强制弹窗提醒能否真正阻止青少年对 AI 产生情感依赖？儿童心理专家警告称，孤独的青少年即使知道对方是 AI， 也会寻求情感寄托。真正的解决方案需要家庭、学校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而非指望技术补丁修复社会问题。22，北约秘书长警告称，如果俄罗斯攻击北约，可能引发战争。据乌克兰 RBC 报道，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10月13日发出严厉警告，俄罗斯可能在3至7年内具备对北约发动全面进攻的能力。若莫斯科误判认为可以攻击波兰或其他成员国而不受惩罚，将面临毁灭性回应。吕特披露情报显示，俄罗斯2025年将生产1500辆坦克、3000辆装甲车和200枚伊斯坎德尔导弹，军费达1200亿欧元，军队规模自2022年以来扩张30%到50%。更危险的是，俄罗斯正通过临阶段战争手段领空侵犯、边境挑衅、网络攻击测试北约反应底线。对比冷战结束后北约削减军费、俄罗斯军力衰退的和平红利时代，如今双方正在疯狂备战，欧洲再次笼罩在核战阴影下。北约的威慑力能否真正阻止俄罗斯的冒险行为？国际安全专家指出，威慑力取决于可信度和决心。若北约内部因经济压力或政治分歧出现裂痕，俄罗斯可能抓住机会窗口，在波罗的海国家制造既成事实。届时北约将面临灾难性抉择：集体防御还是接受现实？23，德国承诺援助加沙重建。据每日镜报报道，德国发展部长雷姆·阿拉巴利拉多万10月12日宣布，德国将在加沙实现持久和平后提供3位数百万欧元级别的重建援助，并与埃及共同主办加沙重建国际会议。总理梅尔茨已承诺立即拨款2900万欧元用于紧急人道援助，以响应以色列与哈马斯10月10日达成的停火协议。德国还计划首次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提供直接过渡性援助，但前提是必须有私营部门参与。对比德国在加沙战争期间向以色列批准价值近5亿欧元的武器出口，如今转身成为重建主导者的姿态显得矛盾而尴尬，一边提供炸弹，一边准备重建。这种两面下注折射出德国在中东政策中的身份困境。德国的重建援助能否真正帮助加沙恢复？中东政策专家质疑称，加沙重建需要数百亿美元和数十年时间，德国的3位数百万只是杯水车薪。更关键的是，若以色列继续封锁加沙，哈马斯依然掌权，任何重建都将沦为修补摧毁的恶性循环。24，特朗普在埃及签署中东和平计划。据葡萄牙快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3日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与多国领导人签署特朗普持久和平与繁荣宣言，宣告结束长达2年的加沙战争。哈马斯当天释放了最后20名在世人质，以色列也释放了数百名巴勒斯坦囚犯。特朗普在内塔尼亚胡缺席的情况下发表演说，
称实现了不可能的事，并在巨大的 Peace 2025秒标识前与各国领导人拍照。然而，这份备忘录大部分是象征性的，因为签署国均非冲突直接当事方。对比1993年奥斯陆协议后的巴以和谈失败时，特朗普的和平秀更像是为连任造势的政治表演，没有解决巴勒斯坦建国、耶路撒冷归属、定居点等核心问题。停火协议随时可能破裂，这份和平协议能否真正终结巴以百年冲突？中东问题专家冷眼指出，协议既未涉及巴勒斯坦国家地位，也未限制以色列定居点扩张。所谓持久和平只是暂时停火的包装，一旦人质交换完成，国际关注消退，加沙很可能重回暴力循环。新闻日日更，世界在手中。今天的时事快线就到这里啦，有想法的朋友我们评论区聊聊，明天见。